一条盘踞在台湾海峡上空的巨蟒，它不咬、不扑、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一圈一圈慢慢的把自己缠了上来。你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可是每过一天，那一圈就紧了一分。每过一个月，你会忽然发现自己能够呼吸的空间又小了那么一点。这就是这几年台湾人最真实却也最难以言说的处境。很多人以为战争一定是飞弹满天，炮声隆隆，一夜之间山河变色。可是这一回，战争悄悄换了一张脸，它不再是猛虎扑食，而是巨蟒缠身。就在不久之前，台湾海军的一位高阶将领在接受访问时，亲口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北京这几年正在做的事。这个词翻成我们的话就叫做蟒蛇战术。蟒蛇是怎么猎食的？它不像狮子那样一扑一咬，一击毙命。它是先悄无声息地靠近，然后缠住猎物，接着每当猎物吐出一口气，它就顺势收紧一圈，猎物再吸气，它就按兵不动，猎物再吐一口，它又收紧一圈。就这样，猎物并不是被咬死的，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呼吸之间被慢慢的挤压，直到再也吸不进下一口气。等到它彻底停止挣扎，蟒蛇才不慌不忙地张开嘴，把它整个吞下去。整个过程没有嘶吼，没有搏斗，安静的可怕。而北京这些年对台湾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我们把这条蟒蛇的动作一步一步拆解开来看。第一步，它要先封住你的出路，在你四周的海域和空域日夜游走，让你的军舰、你的飞机动一动就得先看它的脸色。第二步，它要掐住你的粮道，让补给、让物资、让能源的输送一点一点变得困难。第三步，它要耗光你的力气，用无止境的骚扰，把你的军队、你的经济一天一天拖垮、磨尽。第四步，也是最阴狠的一步，它要让你在还没有真正开打之前，就先自己举起手来投降。整套战术的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不开一枪，却让对手从内部先垮掉。听起来像是危言耸听吗？我们来看几个实实在在摊在阳光底下的数字。就在2024年这一整年，中共的军机飞进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架次冲上了3075架次，这个惊人的数字比起前一年暴增了整整 81%。 这是什么概念？平均摊下来，几乎每一天台湾头顶上的天空都要被这些不速之客反复试探、反复骚扰。而在海面上，中共的海警船和军舰早就不再是打完一场大型演习就收工回家那么简单，他们改采一种轮班的方式，一天24小时，不分昼夜，在台湾的东边、南边、北边的海域里长期盘桓，至少维持着4艘以上的舰艇日夜不散。这已经不是演习，这是一种常态，一种把枪口顶在你腰上却迟迟不扣扳机的常态。更阴险的是，这条蟒蛇还学会了咬断你的神经，连接台湾外岛的那几条海底电缆，一次又一次的被来历不明的船只悄悄扯断。金门外海的渔船被中共的海警以片面的名义拦了下来，登船临检。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动作每一个单独拎出来看都构不成开战的理由，可是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一条巨蟒正在你身上一圈一圈收紧的铁箍。这就是蟒蛇战术最可怕的地方，它彻底模糊了和平与战争的界限。你说它是战争吗？没有人阵亡，没有城市被炸成废墟，你说它是和平吗？可你分明感觉得到，那条蛇一天比一天缠得紧。等到有一天你终于忍无可忍，想要奋力一搏的时候，你会赫然发现自己早就被缠得动弹不得，连举起手臂的那一点力气都被一丝一丝抽干了。有分析家说，这就像把青蛙放进温水里慢慢加热，等到青蛙终于察觉水烫的时候，它早就跳不出那口锅了。而这套手法其实还有一段更长的历史，它不是这1-2年才冒出来的。早在更早的年代，这条蛇就换过一副更温柔的面孔。那时候它不谈军事，只谈生意。它用一纸又一纸看似只关乎经济的协议，慢慢把两岸的血管接在一起，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越来越离不开它。直到有一年，一场后来被称为太阳花的浪潮，让许多年轻人涌上街头，才让这条温柔的蛇第一次露出了底下的鳞片。从那之后，
这条蛇才慢慢褪去伪装，一步一步把军事、经济、外交，还有那些看不见的认知作战，全都收进了他缠绕的圈套里。他散播谣言，他制造对立，他动摇你对这座岛的信心。这一切都是同一条蛇，同一套剧本。而在这条蛇缠绕的每一圈里，其实还藏着许多我们平常不太留意，却真真切切在发生的细节。先说餐桌上的那一圈，前些年台湾的凤梨、台湾的石斑鱼，说禁就被禁了，理由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冠冕堂皇，一会儿说检出了病虫害，一会儿又说不符合什么规定。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哪里是什么单纯的农业问题，这分明就是那条蛇悄悄伸出来的另一根触手。它要让你的农民心慌，要让你的渔民叫苦，要透过你的胃、你的荷包，一点一点的去动摇你心里那份想守下去的意志。再说国际舞台上的那一圈，这条蛇这些年一个接着一个把台湾原本就所剩无几的邦交伙伴，用金钱、用利诱，一个一个地挖走了墙角。他还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际组织的门口堵住台湾的去路，不让你参加，不让你发声，甚至连你的名字都要想方设法替你从名单上抹掉。他要让这座岛在整张世界的地图上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孤独，也更沉默。而最看不见却也最致命的那一根触手，就藏在你我每一天滑来滑去的那一块手机荧幕里。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一个名字叫做认知作战。一则又一则真假难辨的讯息，一段又一段被刻意剪接过的影片，顺着网路悄无声息地流进千家万户。他们有时候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政府，有时候让你莫名其妙地讨厌起自己的邻居，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让你对这座岛的未来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和绝望。这才是那条蛇真正下重手的地方，因为他很清楚，只要能先攻破人心这一道防线，那么海峡上那一道用钢铁筑起来的防线迟早会不攻自破。有一位常年观察两岸局势的专家说过一句很沉重的话，他说，这条蛇最深也最毒的那一层算计，就是要把台湾连同站在台湾背后的那些朋友全都一点一点的麻醉掉。等到大家都习惯了他日夜盘桓在身边，习惯了那些军机军舰的来来去去，就像每天的日出日落一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那么总有一天，当他真的决定把演习变成真枪实弹，把彩排变成正式登场的那一刻，反而没有人能够及时分辨得出来，那一道生与死的界限就这样在一天又一天的麻木里被他悄悄地抹掉了。而这还牵动着另一件让台湾不得不忧心的事。台湾的军队说到底是一支小小的军队，可这条蛇的骚扰却是没完没了，日日夜夜永不停歇的。你想想，一支再怎么精锐的部队，如果天天都得绷紧神经去应付这些永无止境的试探，那份精力，那份体力，是不是也在一天一天地被磨损，被掏空？而更叫人担心的是，当这种骚扰变成了家常便饭，会不会有一天连台湾最重要的那位朋友也慢慢看淡了，觉得这不过就是东方海面上一桩见怪不怪的日常。这条蛇要的正是这个，它要一点一点撑开台湾和他的朋友之间那一道看不见的缝。好，讲到这里，或许你心里会冒出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条蛇最后真的会把台湾一口吞下去吗？2026年会不会就是那一圈收得最紧也最致命的一年？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年不断有一些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悠悠地冒了出来，他们不来自军事评论员，也不来自政治学者，而是来自那几位我们频道的老朋友，一群被人们称为现代先知的人。他们手上握的不是卫星和雷达，而是一种我们至今仍难以完全参透的方式去窥看这个世界尚未到来的未来。而他们口中吐出的那些预言，这几年竟然一条一条以令人心头发凉的方式慢慢地对上了眼前的现实。先说帕克，早在许多年前，
帕克就一再提到，他看见一场冲突会从台湾周边的海域开始，他形容那是一场意外，可能是2架飞机，也可能是2艘潜舰在海上发生了某种碰撞，而这场看似纯属偶然的事故会像划着的一根火柴，点燃一场远比想象更大的冲突，把中国、把俄罗斯全都卷了进去。他甚至说过一句让很多人听了心头一沉的话，他说这场冲突的规模可能会大到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那场已经够惨烈的战争都显得渺小。听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这不就是又一个唱衰的末日预言吗？可是帕克的话还有下半段，而这下半段恰恰才是这一次我们真正要讲的重点。因为帕克说，这条蛇缠得越紧，他自己的末日反而越近。他不止一次提到，他看见的是那个政权走向终结的开始。他形容那个庞大的看似铁板一块坚不可摧的体制会从内部开始出现裂缝。他说，最后中国不会再是一整块完整的中国，而会裂成好几个部分，甚至走向一种由不同地区组合而成的比较松散也比较民主的邦联。2026年，在他描绘的那幅预言版图里，正好就是这一切开始松动、开始转向的关键一年。而他还补了一句，接下来的好几年，从2026年一路数下去，都会是灾难与冲突不断升温的年头。而帕克描绘的那一整幅图景，其实还牵动着台湾周边另一个关键的角色，那就是日本。他不止一次提到，他感觉日本会因为周边局势的紧绷而走上一条过去几十年想都不敢想的路，那就是发展属于自己的核子防卫力量，而中国很可能会极力想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提到，那一根真正点燃这一切的火柴，或许并不会以战争的面貌出现，反而可能被巧妙地伪装成一场天灾，一场看起来像是纯属意外的灾难，底下却藏着人为的算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在事发的当下根本分不清这究竟是天意还是人谋。这正是这个时代最叫人不安的地方，连灾难都可能有2张脸，一条正在盼命收紧的蟒蛇却同时走向自己的末日，这听起来简直是自相矛盾。可是先别急着下定论，我们先把另外2位先知的话也一起听完，你就会明白这中间其实藏着一个天大的玄机。再说阿南德，前些年台湾的一家电视台曾经非常直接地当面问过阿南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武力犯台。阿南德的回答也一样直接，他说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2028年到2031年之间。请你注意，他说的是2028年之后，而不是眼前的2026年。可是他紧接着说出的下半句才更值得每一个台湾人好好的记在心里。他说，台湾人此时此刻并不需要害怕。他说，他相信台湾人一定会为自己的主权而奋战到底。他甚至用了一个非常美的比喻，他说，台湾是这整个世界上一盏民主与光明的灯塔，它必须存在，而且它一定会存在。这番话出自一位以精准预言而闻名的人之口，分量自然不轻。而在他对2026年这一整年的展望里，阿南德一再标出了3个需要格外提防的时间窗口，分别落在4月、7月还有11月。他说2026年是一个文明大转换的年头，是那种每隔几百年才会出现一次的旧的时代崩塌、新的时代诞生的转折点。他点名的风险地带包括了中国的西北、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亚。他还提到，太平洋板块底下那条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环太平洋的火环带会进入一段活跃期，而台湾恰恰就坐落在这条火环带的正上方。他甚至提醒要留意中国那条黄河在这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异状。你或许会问，这个人的话凭什么值得我们这样认真的对待？我们不妨这样说吧，这些年来，这位年轻人所指出的许多时间节点，那些当时听起来简直天马行空的警示，后来竟然一次又一次被眼前的现实给印证了。也正因为如此，如今每当他一开口，全世界
都会忍不住竖起耳朵。而这一回，除了台海，他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有些科幻，却让不少人听了心头一紧的警告。他说，这几年人类越来越依赖的那些人工智慧，很可能会迎来一场反扑。他形容那是一种灵性上的空洞。当人类把太多的信任、太多的权利都一股脑地交到这些没有灵魂的智慧手上，那么总有一天可能会尝到反噬的苦果。你发现了吗？连他都用了反噬这2个字，仿佛在冥冥之中，这整个时代的种种力量，无论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政权，还是那些冰冷运转的机器，都在用同一种姿态走向同一个结局。而在他的推演里，2026年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天上有2颗星刚好走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说，那象征着旧的一切正在崩塌，而新的一切正在孕育。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年头，这是一道文明的门槛，跨得过去是新生，跨不过去就是动荡。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皱起了眉头，这些预言怎么有的说2026年是关键，有的却又指向2028年以后？别急，这中间的落差其实正是这整支影片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我们待会儿就会回过头来一起把它解开。至于那位来自保加利亚双眼失明的老婆婆万佳，她留下的预言一向不喜欢点明确切的地点和日期，可是这几年关于2026年的种种说法却不断被人们翻出来反复咀嚼。人们说他曾经预见一场大战会从东方悄悄升起，说美国、俄罗斯、中国会因为台湾以及种种纠缠不清的经济难题而一步步走向对抗。他也说这是一个旧的强权纷纷倒下，新的力量陆续崛起的年代，世界权力的重心会慢慢地向着亚洲这一侧倾斜过来。他还说这将是一个旧的联盟纷纷瓦解，旧的秩序节节崩落的年代，从欧洲到亚洲，从那条南边的海到那片高原上的边界，处处都会冒出摩擦，冒出裂痕。世界会在一次剧烈的震荡之后重新洗一次牌。你发现了吗？3位先知来自3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用这3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在同一件事情上隐隐约约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围绕着这条蛇，围绕着台湾，一场巨大的变局正在无声无息地逼近。在这里，我们想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从来都不是要你把这些预言当成铁板钉钉的天机，然后成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们想请你留意的，其实是另一件更耐人寻味的事。你想想看，一个在英国的通灵者，一个在印度的年轻人，还有一位早已离世的保加利亚老婆婆，他们3个隔着千山万水，说着不同的语言，信着不同的神明，用着八竿子打不着的方法，却不约而同地把手指指向了同一片海，同一个年代，同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的事。预言准不准，或许没有人能打包票，可是当这么多双来自不同角落的眼睛同时望向同一个方向，那么那个方向至少值得我们多看它一眼。可是这场变局真正的主角真的是台湾吗？还是说这条蛇其实正在悄悄地对自己下手？现在我们终于要来讲这整支影片最让人脊背发凉的那一部分了。还记得帕克那句听起来自相矛盾的话吗？他说这条蛇缠得越紧，他自己的末日反而越近。当时听起来简直像是在说梦话。可是如果我们把眼光从台湾海峡的上空缓缓移回到北京城里，移回到那座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我们会看见一幕比任何预言都更加真实，也更加惊悚的画面，那就是这条蛇真的开始咬自己了。过去这短短几年，中共的军队高层经历了一场规模大到史无前例的清洗。就在2026年的1月，中共官方对外宣布，张又侠和刘振立2位军中最高阶的将领因为所谓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这是什么样的人物？
张又侠常年被外界视为习近平在军中最亲信的头号大将，是稳稳坐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个位置上的第一号军人，而且他和习近平一样，都是所谓的红二代，两个人的父辈当年都是中共响当当的高干，这样一位照道理说应该是自己人里头最铁杆的自己人，如今却也被硬生生的拉下了马，而这还仅仅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在2025年的10月，另外2位军委高层何卫东和苗华就已经先一步被开除了党籍。何卫东的落马尤其令人啧舌，因为他是将近60年来第一位还稳稳坐在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人就被直接拿下的现任高官。上一次发生这种惊天动地的事，还得一路追溯到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而如果我们把时间这条尺拉得更长一些，从2022年开始算起，被扫除、被消失、被拉下马的中共高阶将领总数已经超过了100位，整整一个中央军委几乎被拆得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空出来的那些位置，许多至今还是由代理的人选暂时撑在那里。而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清洗，其实早有预兆，它真正的第一声枪响要回到2023年。那一年，中共那一支专门掌管飞弹，被外界视为攻台王牌的火箭军，整个领导班子几乎被连根拔起。紧接着到了2024年，连堂堂的国防部长李尚福都凭空消失，被查办。再往前看，那位曾经在国际场合上意气风发的外交部长秦刚也是一样，说不见就不见了，一个接着一个，一位接着一位，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座巍峨的金字塔里一层一层往下清算。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被清洗掉的人许多都不是什么外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当年跟着习近平在福建一路打叛上来的老班底，外界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做福建帮。这些人本该是习近平最信得过、最铁杆的嫡系子弟兵，可如今连他们也一个一个的进了那份名单，甚至还有消息传出，连习近平身边那位跟了他几十年的贴身秘书，最后也没能逃过这一劫。你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吗？一个人亲手把身边最亲近、最忠心的人一个一个的送走，到最后，当他环顾四周，还能剩下几个可以真正交心说话的人。而在那负责直接面对台湾的最前线，也就是东部战区，他的最高指挥官同样也在这一场风暴里被拿了下来。有分析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这些最关键的位置接二连三的换人，群龙无首，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拖慢了中共原本想要对台湾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节奏。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这条蛇本想磨砺自己的獠牙，好一口咬向台湾，却在磨牙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牙一颗一颗全给拔了。其实这样的戏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并不是第一次上演。当年另一位铁腕的强人也曾经因为对军队那股庞大的力量始终放心不下，而一步一步去削弱那些曾经替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门世家。那一份藏在骨子里的对军权的深深猜忌，几十年后的今天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人，换了一套说辞，又原原本本地重演了一遍。历史总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它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着我们一个道理：最让一个掌权者睡不着觉的，往往从来不是城墙外面的敌人，而是睡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你有没有觉得眼前这幅画面和帕克当年说的那句话开始一点一点重叠在了一起？一个看似铁板一块的政权正在从它的内部一块一块地裂开。有一位常年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用了一个非常精准也非常传神的比喻来形容习近平此刻的处境。他说，这就像西方童话里那双红色的舞鞋，一旦你把它套上了脚，你就再也停不下来了。你会不由自主的不停地跳，不停地转，因为权力这种东西永远不会让你觉得已经足够，你只能一次又一次把它抓得更紧更紧。而这
正是这整件事情藏得最深的那一层吊诡。分析家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悖论，那就是习近平把权力集中得越彻底，他这个人本身反而变得越不安全。这是为什么？因为当你把身边每一个有分量、有威望、有独立声望的人都当成潜在的威胁，当连你相交数十年的老友，你在军中最信任的亲信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那么试问还有谁敢在你的面前说一句真话？于是一个可怕的循环就这样悄悄地启动了。将领们因为害怕成为下一个被清洗的对象，变得越来越不敢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习近平的身边慢慢的就只剩下唯唯诺诺，只会点头，只会迎合的人。而一个只听得见掌声，听不进半句逆耳忠言的领袖，最容易做出的恰恰就是那种基于错误资讯的危险的误判。有分析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清洗，很可能已经悄悄拖累了中共原本雄心勃勃设定的军队现代化进程。这条蛇在判了命缠紧台湾的同时，却没有察觉，他也把自己的脖子一圈一圈地缠了进去。这就是我们标题里的那两个字：反噬。一条蛇张大了嘴，想要一口吞下眼前的猎物，却在猛力收紧的过程中不小心咬住了自己的身体。他越是用力，自己流的血就越多。他始终以为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猎人，却从来没有发现那个最致命的敌人其实一直就藏在他自己的体内。而这种内部的隐忧还不只是军队而已。分析家们还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政权的高层正在一天天变老，却始终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接班人。当一群掌权者的年纪越来越大，手上却迟迟交不出棒子，那种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就会像地底的暗流一样，在台面下越积越多。今天大家还聚在同一面旗帜底下，可一旦有一天这面旗帜自己晃动起来，那些原本按兵不动的各方势力会不会开始各自盘算，各自寻找新的出路？这正是许多研究者在台面底下悄悄替这个政权捏着的一把冷汗。说到反噬这两个字，其实它本身就藏着一个比政治、比军事都要古老得多的道理。我们常说，种什么样的因，就得什么样的果。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一个政权，如果他赖以维系的东西是恐惧，是猜忌，是把身边每一个人都当成假想敌的那种算计，那么这一份恐惧与猜忌最终也一定会反过来，一口一口吞噬掉他自己。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迟早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敬到你的身上。这条蛇把缠绕、把窒息当成了他对付别人的手段，可他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这缠绕、这窒息会原封不动地回到他自己的身上。这不是什么玄之又玄、故弄玄虚的诅咒，这只是这个世界最朴素也最公平的一条规律而已。当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权把手伸得太长，把那根弦绷得太紧，那一条看不见的线总有一天会反弹回来，而反弹回来的那股力道往往和当初拉开它的力道一样地大。这或许就是老祖宗早就替我们看透了的那4个字：物极必反。而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很轻地提醒一句，当我们谈论这条蛇的时候，我们谈的始终是那一套冰冷的战术，是那一个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还重的体制。我们谈的从来都不是那10几亿一样在为生活奔波，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寻常的中国百姓。事实上，当一个政权开始向内收紧，开始用恐惧去统治的时候，最先感受到那一股寒意的，往往恰恰就是他自己的人民。那些在清洗当中一夜之间身败名裂的将领，那些在肃杀的气氛底下噤若寒蝉的官员，还有那千千万万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的普通人，其实也全都是这一整盘棋局里身不由己的棋子。这条蛇缠紧台湾的每一分力气，同时也在勒紧他自己那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呼吸。所以
我们心里真正盼望的，从来都不是谁去战胜谁，而是这一种靠着恐惧运转的日子，无论在海峡的哪一边，都能够早一点走到它的尽头。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把刚才留下的那条线索好好解开了？为什么有的预言把矛头指向2026年，有的却指向2028年以后？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个更古老也更神秘的框架里。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干支纪年法，2026年是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而紧接在后头的2027年是丁未年，火阳年。老一辈的人一听到丙午丁未这4个字，心里往往就会咯噔一下，因为在民间流传已久的说法里，有一个听了让人心惊的名字，叫做赤马红阳节。传说每逢丙午、丁未这2个年头凑在一起，天下就容易多灾多难，容易冒出大的动荡、大的变局。这个古老的警示和几位现代先知不约而同标出来的那段时间，竟然严丝合缝地叠在了一起，落在了同一段即将到来的岁月上。或许你会觉得赤马红阳节听起来不过就是老一辈人的一种迷信罢了，可是你翻开那一页一页厚厚的史书，静下心来仔细地看，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里，每逢丙午、丁未这2个年头的前前后后，这片土地上还真的往往就伴随着一些不大不小的风波与转折，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有的是朝代的更迭，有的是格局的重整。当然，你大可以说那不过是一种巧合，是人们在事后硬生生套上去的一种解释。这样说也不能算错。可是我们的老祖宗之所以会把这样一组干支一代又一代郑重其事地叮嘱下来，那一份藏在背后的对天时、对周期、对盛极而衰的敬畏本身，或许就值得我们多留上3分心。因为他们早就参透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走的从来都不是一条笔直的线，而是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的圆。有高峰就必有低谷，有繁华就必有萧索，而我们此刻恰恰就走到了一个圆快要合拢的地方。可是讲到这里，作为一个对你负责也对你诚实的频道，我们必须非常郑重地把事情的另外一面也一并说清楚。因为如果我们把耳朵暂时从先知、从古老传说那里挪开，转向那些最冷静、最务实、最不带感情的分析，我们听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国际上，有一个汇集了无数人拿真金白银下注的预测平台，针对2026年底之前，中国到底会不会对台湾发动一场全面的军事进攻这个问题，成千上万的参与者用他们自己的钱包投出来的结果是，大约有 95% 的人押注的答案是不会。与此同时，美国情报体系的评估以及不少资深的官员也都判断，北京目前并没有真正设定一个明确的攻台时间表，而且中共高层自己心里也清楚得很，真要动手强攻这座岛，那是一件风险高到吓人的事。你看，这就是现实最微妙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那些先知所恐惧的那种飞弹满天、炮火连绵的全面决战，在短期之内反而被最务实的一群人认为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就连阿南德本人都把武力犯台的时间指向了更远的2028年以后。那么真正近在眼前，正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发生的危险究竟是什么？不是那头张牙舞爪的猛虎，而是这条安安静静的巨蟒；不是那场轰轰烈烈一战定生死的决战，而是这一圈又一圈安静到让你几乎察觉不到的缓缓收紧。先知们看见的或许是这条蛇最终的那个结局，而我们此时此刻真正必须面对的是它正在收紧的每一个当下。这2件事其实一点也不矛盾，一个讲的是远方天边的天气，一个讲的是我们脚下这条正在走的路。而最危险的处境往往恰恰就是我们光顾着抬起头去看远方那片还没有落下来的乌云，却低头忘了脚下这条路早已一寸一寸被那条蛇
悄悄缠住了。所以，如果有人问你，2026年台海到底会不会打起来，一个诚实的答案或许是这样的：那种一夜之间天崩地裂的全面战争，它的几率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可是，那一种安安静静一天紧过一天的围困与消耗，却是100%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式。真正的危机往往不是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而是那一种让你渐渐习以为常、渐渐失去警觉的温水。我们最该提防的，从来不是那头迟迟不肯现身的猛虎，而是那一条已经悄悄缠上了身，却让你浑然不觉的巨蟒。看清楚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因为一个真正看清了蛇的人，才不会被那条蛇一次又一次的假动作吓得魂飞魄散、自乱阵脚。那么，这条蛇最有可能的下一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分析家的目光其实都落在了同一个词上，那不是登陆，不是强攻，而是封锁，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一种被巧妙包装成执法的准封锁。你不妨在脑海里想象那样一个画面，有那么一天，中共的海警船忽然对外宣布，要对来来往往进出台湾的船只进行所谓的检查。今天拦下一艘，明天再查一艘。一开始或许只是零零星星的骚扰，可是慢慢的，这种检查的密度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进出这座岛的每一条航线，每一艘货轮都得先看他的脸色才准通行。这就是那一条巨蟒收紧他身体的最阴狠的一种方式。他不需要开一枪，不需要放一炮，只需要慢慢的掐住这座岛赖以呼吸的那一条海上的咽喉。而对于一座几乎所有的能源、所有的物资都得靠着海运才能进得来的岛屿来说，这一招比任何飞弹都要来得致命。所以当我们谈论台海的危机，真正需要死死盯紧的，往往并不是天空中那些张牙舞爪的军机，反而是海面上那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海警船。其实，这些年住在这座岛上的人，心里都藏着一种很难对外人说清楚的复杂滋味。日子照样一天一天地过，上班、下班、接送孩子、买菜、煮饭，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平常，那么安稳。可是在心底最深的某一个角落，却总有那么一根弦隐隐约约地绷着。每当新闻里又出现那条蛇的消息，那一根弦就会轻轻地颤上那么一下。这种感觉说有多害怕倒也未必，可你要说完全不在意，那也是骗人的。它就像天边一片始终没有散去的阴云，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甚至已经渐渐习惯了它在那里，可你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完完全全的忘掉。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这座岛上的人共同的一桩心事。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才不只是一则遥远的国际新闻，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究竟该怎么样去安放自己那一颗心的最切身的功课。那么面对这样一条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其实这几位先知在留下那些骇人听闻的预言的同时，也不约而同的都留下了另外一句话。帕克说，眼前这一切的黑暗其实是一个艰难时代，走到了最后的阶段，而在它彻底过去之后，一个更好的时代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阿南德则是反反复复地强调，预言真正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及早地做好准备，让每一个人的心里先有个底。他说，当一个人的内心足够平静，足够有准备，那么即使那些负面的事件真的发生了，它所带来的冲击反而会大大的减轻。这句话说得真好，因为恐惧恰恰就是那条蛇最想要从你身上榨取的东西。它死死缠住你，并不只是为了勒紧你的身体，更是为了勒紧你的那颗心。它要你在它真正用力之前，就先被自己心里的惊慌吓得双手一摊，举手投降。蟒蛇战术
打的从来就不只是军事这一仗，他打的更是人心这一仗。他散播谣言，他制造分裂，他一点一点的动摇你对自己、对这座岛、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说，真正能够对抗这条蛇的第一件武器，说来也奇妙，反而不是飞弹，不是战机，而是一颗不被他吓倒的清醒而坚定的心。当然，光有一颗坚定的心还远远不够。面对这样一条蛇，真正的守护其实是分成好几道防线的。第一道是实实在在的准备，就像一个家庭会替那些可能到来的地震备好粮食和饮水一样，一座岛屿也需要为那些不确定的风浪做好扎扎实实的功课。这不是为了好战，恰恰相反，这是为了让那条蛇在张开嘴之前不得不多想一想，掂量掂量这一口到底吞不吞得下去。一个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准备，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和平。第二道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稳也更韧。一个社会如果它内部足够团结，经济足够有韧性，人心足够安定，那么无论外面的风浪怎么拍打，这一艘船都不容易翻。那条蛇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内部先乱了阵脚，自己人先吵成了一团。所以守住内部的那一份团结与从容，其实也是在守住那一道最重要的防线。而第三道防线，说到底还是要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信谣，不传谣，遇到那些让你血脉奔张或者让你灰心丧气的讯息，先别急着转发出去，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是真的吗？这是谁想要让我这样想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守住自己这一方小小的清明，不被那条蛇散播出来的恐惧牵着鼻子走，那么千千万万颗清醒的心加在一起，就会汇聚成一道任何蟒蛇战术都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还记得吗？那位年轻的先知曾经说过，台湾是这个世界上一盏民主与光明的灯塔。这一句话听起来或许有那么一点浪漫，可是它却道出了一个很深很深的真相。这座岛之所以牵动着这么多人的目光，之所以让那条蛇投鼠忌器，迟迟不敢真的下口，靠的不仅仅是那一片一片的晶片，更是它活生生的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同样的一种文化，同样的一脉血缘的底子上，人们是可以活出另外一种样子的，可以自由的说话，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这才是那条蛇心底最深的忌惮。因为一座岛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那一整套逻辑最温柔却也最有力的一种反驳。守住这座岛，守住的其实不只是一块土地，更是一种关于人究竟可以怎么样活着的可能。而台湾其实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张连那条蛇都不敢轻易动手撕破的牌。这座岛屿上一片一片生产出来的晶片，是整个世界得以运转的命脉。从你手上那只小小的手机，到高悬天上的卫星，再到千里之外的工厂里，那一台台轰隆作响的机器，它们的背后都有这座岛留下的一份心血。这既是台湾最脆弱的地方，因为它让这座岛成了各方势力都想争夺的必争之地，可它同时也是台湾最坚固的一道护身符。因为一旦这条蛇真的猛力一勒，勒断的将不只是台湾的呼吸，而是整个世界经济跳动的命脉，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条蛇在张开嘴之前，也不得不反反复复地掂量再三。有人替这座岛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叫做细盾。细就是制造晶片的那个细，盾就是盾牌的那个盾。意思是说，这座岛上那一片一片小小的晶片，就像一面看不见的盾牌，替台湾默默挡下了许多原本可能会落下来的刀剑。因为全世界都太需要它了，需要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得起这一面盾牌被打碎之后的那种后果。你想想看，一旦这座岛真的出了事，那么从东京到华盛顿，从柏林到首尔，
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可能因为缺了那一颗小小的晶片而一台接着一台安安静静的停摆下来。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实实在在牵动着全球几十亿人生计的一条大动脉。所以你看，这座岛的命运其实早就和整个世界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它从来都不是孤零零地站在那一条海峡上的，在它的身后站着的是整个现代文明那一份谁也不敢轻易撒手的共同的牵挂。这或许就是这一座小小的岛屿，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时代里最奇特也最坚韧的一种力量。它小，却小得让整个世界都离不开它。所以让我们最后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画面，一条巨蟒盘在台湾海峡的上空，一圈又一圈慢慢的收紧。可是当我们把手里的镜头缓缓地往后拉，拉得更远更远，我们会忽然看清楚一件事，原来那道正在收紧的圈套并不只缠在台湾的身上，它同时也死死地缠在了那条蛇自己的脖子上。它越是用力，就越是勒紧了自己。他一直以为时间站在他那一边，可是先知说，时间或许正在悄悄地一步一步站到另外一边去。历史是有它自己的韵脚的，你去翻一翻那一页一页的史书，就会发现多少个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庞大帝国，到了最后都不是被外面的敌人一刀砍垮的，而是从自己的内部一块一块悄无声息地崩解、剥落、塌陷。你想想看，那些曾经横跨欧亚让四方臣服的大帝国，那些曾经以为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万代永远传下去的王朝，到最后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大多并不是亡于城墙外面那一支一支敌人的军队，而是亡于城墙里面那一颗一颗早已离散了的人心。当一个庞然大物开始害怕自己的影子，开始清算自己的手臂，开始把每一句真话都当成刺耳的杂音，那么它的崩塌其实就已经悄悄地开始倒数计时了。外表看起来它或许依旧庞大，依旧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它的内里早已被恐惧、被猜忌、被那一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一点一点蛀空了。等到有一天轻轻的一推，人们才会赫然发现，原来它早就只剩下一具被自己掏空了的空壳。那一双红色的舞鞋一旦套上了脚，就再也脱不下来了，只能一直跳一直跳，跳到力气耗尽轰然倒下的那一刻为止。而我们呢？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去决定那条蛇下一步究竟会怎么动，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决定远方那片沉沉的乌云究竟会在哪一天落下雨来。可是我们永远可以决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种眼神去面对眼前的这一切，是惊慌失措还是气定神闲，是自乱阵脚还是站稳脚跟。先知们看见了那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可是他们也一次又一次的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风暴真正的尽头并不是毁灭，而是一次巨大的把牌重新洗过之后的重生。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恰好就活在了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节骨眼上。这样的年代，你说它是危机，它的确处处都是危机，处处都是暗流，处处都是变数。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换一个角度去看，这样的年代又何尝不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呢？因为恰恰是在这种旧的秩序开始松动、开始瓦解的时刻，那些原本被死死压在底下的新的可能才终于有了破土而出的缝隙。历史上的每一次大转弯，对于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既痛苦又充满希望的。痛苦是因为那些我们曾经无比熟悉的一切正在一点一点离我们远去，而希望是因为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崭新的世界正在前方慢慢地向着我们招手。这怎么可能呢？一座小岛凭什么变超级大国？又凭什么决定全世界的未来？而那条盘踞在旁边的恶龙又为什么迟迟不肯动手，只是不断地伺机而动？
今天我们就顺着帕克的预言一层一层往下挖，你会发现这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藏着一条真实得让人脊背发凉的线索。我必须提醒你，看到最后，你对台湾、对中国、对这个世界未来10年的看法可能都会悄悄地变一个样子。我们先把帕克最核心的那句话拿出来，关于东方这条巨龙，他反复说过同一件事，他感觉到中国这条巨龙最终不会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它会像一块巨大的拼图一样从中间裂开，分解成好几个比较小的国家，而从这些碎片里会慢慢长出一种全新的民主形态，几个地区联合在一起，像今天的欧洲那样组成一个松散又彼此尊重的联盟。而帕克之所以对这个判断如此坚持，是因为这并不是他临时起意的新想法，早在10多年前他就已经反复说过同样的话了。他说中国会发生巨变，会从台湾周边的海域点起一把火，会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掀起动荡。而在那之后的这些年里，你回头看，那些原本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的描述，竟然一条一条慢慢有了影子。香港确实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风波，周边海域的军事化也确实一步步加剧，美中之间从贸易到科技的较量更是越演越烈。正是因为这种感应和现实之间一次次令人发毛的吻合，才让这么多人愿意停下来认真听一听他对台湾未来的这个大胆预言。而点燃这一切的引信，帕克说得非常明确，就是一场发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事件。请注意，他用的词不是台湾本岛的登陆大战，而是台湾周边海域的一场事件。他甚至更早以前就描述过一个画面，海面上或者海面下会有一场意外的碰撞，可能是2架飞机，也可能是2艘潜艇。原本只是一次擦枪走火的小事故，却像推倒了第一张骨牌，引爆了一连串谁都没办法收场的连锁反应。帕克说，这场冲突一旦真的爆发，规模之大会让我们这几年看到的俄乌战争都显得像是小场面。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设定特别可怕？我们总以为战争是某个疯狂的领袖在某张地图前深思熟虑之后按下的按钮，可帕克描绘的却是一场意外，一场谁都没打算要却谁也按不住的意外。一个小小的海峡，一次小小的碰撞，竟然能牵动整条巨龙的生死，能撼动整个地球的命运。这正是帕克眼中台湾这座小岛最可怕也最关键的地方。它就像一根插在巨人心脏旁边的细针，平时看着毫不起眼，可只要轻轻一碰就是天崩地裂。而这里面还藏着一段连帕克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缘分。他曾经多次提到，很多年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孙中山先生的家族后人曾经来找他的妻子做过一次通灵解读。从那以后，帕克一家就觉得自己在灵性上和孙中山这位人物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结，仿佛这位100年前的革命先行者透过那次解读与他们搭上了某种看不见的线。也正因为这个连结，他相信中国未来重生出来的那个新国度骨子里会带着孙中山当年的理想，一种把民主和某种东方智慧糅合在一起的全新制度。他甚至称它为一种全新的民主资本主义。听起来玄之又玄，但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画面确实有一种宿命般的味道，仿佛一颗在100年前就被种下的种子，注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破土发芽。那么这一切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这就要说到帕克对时间线的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人都听错的地方。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在2026年就立刻爆发，恰恰相反，他感觉真正的高危时刻是在2027年前后才会急速升高。在那之前，世界还在一种看似平静，其实底下暗流汹涌的状态里。而他反复强调的另一个年份是2030年。他说，在2030年之前，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些国际组织，那些维持了战后几十年秩序的旧架构，都只是临时的过渡，撑一天算一天。等到那场巨大的冲突过去，会有更强大也更贴合新时代的新秩序从废墟里长出来。帕克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一个乐观的预言，这是一场要付出惨痛代价才能换来的重建。而且帕克强调，台湾的这场大戏
并不是孤立上演的，他把它放进了一张更大的世界地图里。在他的感应中，这几年的世界本来就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关口，中东的旧秩序在剧烈震荡，俄乌之间的战火在寻找一个惨烈的收场方式，而原本看似铁板一块的俄罗斯和中国，这对组合也会因为军火，因为利益，因为对印度的不同态度而出现裂痕，慢慢走向分道扬镳。帕克的意思是，从2026年到2030年这短短几年，是人类历史的一道门槛，旧的世界正在崩塌，新的世界还没成型，而台湾海峡正好就架在这道门槛最危险的那一段上。在这张更大的地图里，帕克还丢出了一个让无数人议论纷纷的判断，这个判断甚至直接指向了那只雄鹰的主人。他说，他早在很久以前就感应到，美国的那位领袖未来竟然有可能打破常规，继续留在权力的位置上。很多人听了直摇头，说这根本违反美国的宪法，怎么可能？可帕克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他之所以会看到这个画面，正是因为他感觉到未来会有一场巨大的全球冲突，大到让正常的权力交接变得几乎不可能顺利进行下去。而这场冲突的引爆点，他说很可能就是台湾。你看，绕了一大圈，所有的线索最后又全都绕回了这条窄窄的海峡。在帕克的感应里，台湾不只是一座岛的命运，它甚至牵动着那只雄鹰自己内部的权力走向。一座小岛的风吹草动，竟然能改写一个超级强权的政治规则，这份分量你现在感受到了吗？好，预言的部分我们先放一放。你可能会想，这些都是先知的个人感应，听听就好，当不得真。那我们现在就把镜头狠狠拉回现实世界，看一个冷冰冰、硬邦邦的事实。这个事实会让你重新看待帕克那句小岛变超级大国的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台湾这座小岛现在这一刻就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只不过它的超级不在领土，不在人口，不在飞弹的数量，而在一样别的东西上。这样东西叫做晶片。今天你手里的手机，桌上的电脑，路上跑的电动车，医院里救命的仪器，天上飞的卫星，乃至于这几年彻底改变全世界的人工智慧，全都离不开一颗颗比指甲还小的晶片。而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有将近 90% 是在台湾这座小岛上制造出来的。如果只看那些用来训练最顶尖人工智慧模型的晶片，台湾的占比甚至高到接近 99%。 换句话说，地球上几乎所有最聪明的机器，它们的大脑都得从这座小岛上生出来。整个台湾也包办了全球超过 60% 的晶圆代工。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但它一天都离不开台湾的晶片，这不是空话。你还记得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吗？当时台湾的晶片产线只是稍微卡了一下，结果呢，大洋彼岸的汽车工厂一座接一座的停工，因为造不出车子里那几颗小小的晶片。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无数的生产线跟着一起瘫痪。那一次，全世界第一次活生生地体会到，当台湾的晶片打一个喷嚏，整个地球都要跟着重感冒。那只是稍微卡一下。你能想象，如果有一天，这座小岛上的晶圆厂彻底停摆，会是什么光景吗？而且你千万别以为这只是台湾一座岛的事，它其实和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日子都紧紧绑在一起。你想想看，假如有一天，这条海峡真的被封死，这座岛上的晶圆厂真的停了下来，那么最先感受到的恐怕就是你我的口袋。你手里的手机可能要等上1-2年才买得到，价格还翻了好几倍。你想换的那台电脑，那辆电动车，全都遥遥无期。从医院的仪器，到工厂的机器，到天上的卫星，整个现代世界赖以运转的那根神经，都会在一夕之间被狠狠掐住。一座小岛打一个喷嚏，全世界跟着重感冒。这句话听起来像夸张，可它偏偏就是这个时代最真实也最脆弱的一条命脉。而且你要知道，巨龙想要扼住这座小岛的咽喉，根本不一定需要真的开战，不一定需要一兵一卒踏上海滩。专家们早就警告过，还有一种更阴险也更难对付的招数，叫做封锁。
巨龙只要派出大批的军舰和海警船，把这座岛周围的海域层层围住，掐断进出的航线，那么这座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岛屿，光是能源和粮食的运补被卡住，就足以陷入巨大的危机。他甚至不用打你一枪，只要把你围起来，慢慢的耗，慢慢的勒，就能达到目的。而这种不开第一枪的招数，最让那只雄鹰头痛，因为它让雄鹰陷入一个天大的两难，到底要不要为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围困，去冒这个天大的风险？这就是台湾每天都要面对的看不见的刀光剑影。而在这场较量的水面之下，还有一条更深的暗线，那就是晶片本身的战争。这几年，那只雄鹰为了遏制巨龙在科技上的追赶，下了狠手，禁止把最先进的晶片和制造设备卖给巨龙。这一招等于是掐住了巨龙在人工智慧时代往上爬的那条最关键的脖子。巨龙当然不甘心，他砸下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拼了命想造出自己的高阶晶片，想摆脱对外面的依赖。可偏偏全世界最顶尖的那套本事依然牢牢握在那座小岛的手里。你发现了吗？这条巨龙一方面被那面晶片的盾牌挡着，不敢硬来，另一方面又被晶片的封锁卡着喉咙，眼睁睁看着自己最想要的那颗果子挂在最危险的那棵树上。这种又渴望又忌惮又焦虑的复杂心情，正是让这条巨龙坐立难安，不断伺机而动的深层原因之一。而这一切的紧张之所以在这几年突然被推到了顶点，还有一个谁都绕不开的原因，那就是人工智慧的大爆发。这几年，人工智慧像野火一样席卷全世界，而喂养这头巨兽的正是台湾制造的那些最顶尖的晶片。谁能拿到更多更强的晶片，谁就能在这场决定未来的人工智慧竞赛里跑得更快。于是，原本就无可取代的台湾晶片，如今更是变成了所有强权眼中比黄金还珍贵的命脉。你想想看，当全世界都在为了同一头巨兽的口粮而疯狂竞争，而这份口粮的源头几乎全都来自同一座小岛，那么这座小岛周围的气氛怎么可能不紧张到极点？帕克把高危的时刻指向2027年前后，恰恰也正是人工智慧竞赛预计会白热化到无以复加的那几年。这中间的呼应是巧合，还是某种更深的必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专家给这件事取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细盾。细就是制造晶片的材料，盾就是盾牌。意思是说，正因为全世界都离不开台湾的晶片，所以那条巨龙才不敢轻易动手。因为他太清楚，一旦真的打下去，台湾的晶圆厂停摆，全球经济会在短短几天之内天翻地覆，连巨龙自己都要跟着一起摔进深渊。有学者甚至直接给台湾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利基超级大国。利基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极窄但极关键的领域里做到了无可取代。一座小岛靠着一颗小小的晶片，硬生生在巨龙嘴边撑起了一面谁都不敢砸的盾牌。这难道不正是帕克说的小小台湾变超级大国吗？而台湾的厉害还不止在晶片。打开地图你会看到，这座小岛正好卡在一条叫做第一岛链的关键线上，北边连着日本，南边接着菲律宾。它就像一道天然的闸门，锁住了巨龙通往广阔太平洋的去路。谁握住了台湾，谁就握住了整片西太平洋的咽喉。一边是握住全世界大脑的晶片，一边是握住整片海洋咽喉的地理位置。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这么一座小岛会让两个超级强权为它寝食难安，斗得你死我活？而巨龙对这座岛的执念，其实还有一层更深、更说不出口的原因。你想想看，这座岛上生活的和巨龙治下的，本是同文同种的一群人，说着相近的语言，流着相近的血。可是这座小岛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它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人民可以自己选出领导人的社会。这对那条巨龙来说是一种如芒在背的存在，因为这座岛用它每一天的繁荣和自由，活生生地证明了一件事：原来华人社会也完全可以拥抱民主，也完全可以活得既富足又有尊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海峡对岸那套说辞的破绽。所以巨龙真正想抹掉的，
从来不只是这座岛的土地，更是这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另一种可能。而这恰恰也呼应了帕克的那个预言，这座小岛上的自由种子未来会反过来影响整条巨龙的命运走向。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假如帕克的预言真的成真，假如有一天这座小岛周围的海域真的亮起了红灯，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光景？消息传出去的第1个小时，全世界的股市可能就要一片血红，因为投资人很清楚，全球最重要的晶片供应可能要断了。紧接着，从手机到电脑到汽车，到所有你想得到的电子产品，价格可能一夜之间飞涨，因为大家都知道，存货用完之后，短时间内再也补不上了。各国政府会连夜开紧急会议，工厂会评估自己还能撑几天，普通人会涌进超市抢购，而这一切的源头，仅仅是因为地球上某一个角落，一座小岛周围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点异常。这就是这座小岛的分量，它平静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它有事，整个地球都要跟着天摇地动。这份分量，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庞然大物能够拥有？而就在2026年的1月，这面盾牌又被加固了一层。台湾和美国谈成了一笔惊人的交易，台湾方面将投入高达2500亿美元进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双方把彼此的命运绑得更紧。但最关键的一点是，那些最尖端的制程，也就是业界称为2奈米的这条最顶级的生产线，依然牢牢留在台湾本岛，至少留到这个10年结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很清楚自己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他把这颗王牌死死攥在手里，谁想要就得先保护他的安全。不过这面细盾也藏着一个让人睡不安稳的隐忧，有人就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当台湾把越来越多最先进的产能一座一座工厂地往美国搬，往太平洋的另一头搬，那么留在这座岛上的盾牌会不会反而越来越薄？换句话说，假如有一天全世界就算绕过台湾本岛也能拿到足够多的尖端晶片，那么这座小岛在大国眼里的分量会不会也跟着悄悄变轻？这正是台湾必须小心翼翼走着的一条钢索，一边他得靠着把自己的命运和盟友牢牢绑在一起来换取最关键的保护，另一边他又得死死守住自己手里那块最后的谁也抢不走的王牌。细盾从来都不是一面能让人永远高枕无忧的盾牌，它需要这座岛年复一年的用最顶尖的技术亲手把它擦得更亮。但这里面也藏着一道让全岛都揪心的裂缝，更藏着一个让人感慨万千的矛盾。岛内有不少人开始担心，把太多最先进的产能搬到美国去，会不会反而让这面盾牌一点一点的变薄？有人甚至尖锐的批评，这等于是把最值钱的家当当成保护费送了出去。而更深的那个矛盾在于，这座小岛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它太重要，全世界都离不开它，所以没有人敢让它出事。可这座小岛之所以危险，恰恰也是因为它太重要，谁能掌控它，谁就握住了天大的筹码，所以巨龙才会对它如此志在必得。换句话说，那面保护它的盾牌，同时也是那个招来觊觎的诱饵，重要是它最坚实的铠甲，也是它最深的软肋。这就是台湾最深刻也最无解的宿命，它既因为珍贵而被守护，又因为珍贵而被盯上，走在一条两边都是万丈深渊的钢索上。也许有人会问，晶片这种东西，别的国家难道造不出来吗？为什么非得是台湾？这正是这座小岛最厉害也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制造最顶尖的晶片，靠的不是一两座工厂，也不是砸钱就能立刻买到的机器，而是几十年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那种近乎工艺品的极致功夫。从成千上万个工程师日积月累的经验，到整条供应链环环相扣的默契，再到那种把良率一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往上磨的执着，这些东西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想抢也抢不走的。就算把整套设备原封不动搬到别的地方，没有那群人，没有那份积累，也未必造得出同样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拼了命想要分散风险，喊了这么多年，到头来最尖端的那一块还是只能眼巴巴地依赖这座小岛。一座小岛
靠着几十年磨出来的这身真功夫，把全世界都牢牢地绑在了自己身上。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抬起头，看看台湾上空那两个巨大的身影了。一只是雄鹰，那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另一条是巨龙，那是海峡对岸的中国。帕克的那句话，雄鹰与巨龙在台湾上空对峙，在今天的现实里，正一天比一天具体。这几年，巨龙对着这座小岛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演习，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密密麻麻的战机呼啸着掠过海峡中线，一艘艘灰色的军舰把整座岛屿团团围住，飞弹的演练一轮接着一轮，每一次演习都像是在彩排一场真正的围城大戏，也像是在一步一步试探，看看那只雄鹰会不会出手，看看世界会有什么反应。每一次，台湾上空的弦都被拉得更紧一分。而且坦白说，这些年海峡两岸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地朝着巨龙那边倾斜。巨龙这几十年砸下了天文数字的军费，打造出一支规模惊人的海空力量，无论是军舰的数量，还是飞弹的射程，都让周边国家不敢小觑。有分析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的局面已经让那只雄鹰，就算真的想出手相救，要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都比过去高出太多太多。这也正是为什么这座小岛必须拼了命地强化自己的防卫，因为它比谁都清楚，在这场越来越悬殊的对峙里，最终能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手里那根攥得发烫的弦。而这座小岛确实没有坐以待毙。就在2026年的5月，台湾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笔规模庞大的特别预算，将近248亿美元，分成8年，专门用来向美国采购武器，强化自己的防卫能力。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也公开表示，要把国防预算提高到接近全岛生产总值的 3.3%。不过这条自我武装的路走得并不顺畅，岛内的政治力量为了这笔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通过的特别预算比原本行政部门提出的数字硬生生砍掉了将近40%。你看，光是要不要为自己的安全多掏一点钱，这座小岛内部就已经争得面红耳赤。赖清德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未来这一年对台湾来说将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要做最坏的打算，但要抱最好的希望。你听，这话里头既有山雨欲来的紧张，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悲壮。那么面对那条庞大的巨龙，这座小岛真的有自保之力吗？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开始谈论一种叫做刺猬的策略，意思是说，台湾未必要去和巨龙比拼那些昂贵的大型战舰和战机，而是把自己武装成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到处布满让对方难以下咽的尖刺，比如大量灵活又便宜的飞弹、无人机、水雷，让巨龙就算扑上来，也要被扎得鲜血淋漓，付出惨重到无法承受的代价。再加上这座岛屿本身的地理条件其实对防守的一方相当有利，它四面环海，那道宽宽的海峡本身就是一道天然的护城河，登陆作战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而岛的内陆又多是险峻的高山，易守难攻。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蹲在一座被海水和高山环绕的堡垒里，这就是这座小岛想要在巨龙嘴边活下去的最现实的盘算。可是雄鹰的态度却始终带着一层看不透的迷雾。美国嘴上一直说支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但几十年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刻意保持着一种模糊，它从来没有白纸黑字的保证，万一巨龙真的扑上来，雄鹰一定会亲自下场流自己的血。这种模糊是一把双面刃，它既让巨龙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摸不清雄鹰的底牌，也让小岛时时刻刻悬着一颗心，因为他永远不知道那只盘旋在高空的雄鹰到了最后一刻究竟会俯冲下来救他，还是会转过身默默飞走。更何况这几年美国国内自己也是风波不断，这只雄鹰的注意力会不会被别的事情牵走，没有人能说得准。这份说不准正是压在这座小岛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你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当你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一个从来没给过你任何白纸黑字承诺的盟友身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你没日没夜的强化军备，一笔一笔的掏钱买武器，可心里那个最大的问号却始终高高悬着。到了真正生死关头的那一刻，那只雄鹰到底会不会来？而换到雄鹰自己的角度，这同样是一道天大的难题。为了一座远在太平洋另一头的小岛，值不值得赌上自家年轻士兵的性命？值不值得和那条手握核武的巨龙正面硬碰硬，把一场区域里的冲突活生生拖成一场谁都承受不起的世界大战？正是这份犹豫，这份算计，让帕克口中那场意外才有了真正失控的可能。因为当所有人都在猜对方的底牌，当每一方都笃定对方不敢先动手的时候，误判就成了最容易发生也最致命的那一件事。更要命的是，这场对峙早就不只是雄鹰和巨龙两个的事了。巨龙的东边还站着一个越来越紧张的日本。这2年，日本因为高层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表态，和巨龙的关系急转直下。巨龙对日本施加了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压力，逼他把话收回去。有意思的是，帕克早在很多年前就预言过，日本会因为感到威胁而开始打造自己的强大军备，甚至认真考虑发展能够自保的下组力量。如今你再看，日本一边顶着压力，一边默默地强化军备，甚至开始认真讨论要不要打造能对抗巨龙和北方邻居的更强防卫力量。这不正一步步应验了吗？与此同时，在更南边的南海，巨龙的船只也和周边国家一次次地擦出火花，在那些争议的岛礁附近反复角力。你会发现，整个西太平洋就像一锅越烧越烫的水，而台湾海峡正好就架在火最旺的那一点上。有意思的是，帕克在描绘这场亚太大变局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另一个国家澳洲。他预言，在这场新旧秩序的更替里，澳洲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科技力量，甚至连那些尖端的火箭发射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澳洲的土地上。你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看，就会明白，帕克眼中的未来并不是某一个超级强权独自称霸的世界，而是一张全新的，由许多力量重新洗牌、重新组合的大网。日本在强化军备，澳洲在崛起，印度在觉醒，而这张大网最敏感、最关键的那个结，恰恰就打在台湾的身上。动一动这个结，整张网都要跟着震颤。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巨龙这么想要这座岛，这些年也摆出了这么大的阵仗，为什么他迟迟不肯真正动手，只是不断的伺机而动？这就要回到帕克那句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判断了。他在解读这条巨龙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谨慎，甚至有点凝重的态度。他注意到这几年巨龙的内部发生了一连串高层的清洗和权力重组，一批又一批的军方高层被拿下、被消失。那个场面在帕克看来，几乎像是一场无声的政变，只是外面的世界还没看清它的全貌而已。帕克反复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极其犀利，也极其关键。他说，这条巨龙的主人到底是在主动清除威胁，还是其实是因为他自己虚弱了，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控制？这两种情况表面看起来很像，骨子里却天差地别。一个是强者在加固自己的权力，一个是强者在崩塌的边缘拼命挣扎。而帕克最担心的恰恰是后面这一种，因为他指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规律。当一个权力结构开始变得不稳，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的新人往往最急于证明自己，最想在历史上赶紧留下一笔。在这种时候，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发动一场对外的战争，就成了转移内部压力最直接也最危险的办法。你听懂这里面的可怕了吗？我们总以为巨龙越强大，台湾就越危险，可帕克的逻辑却整个反了过来。他暗示，真正最危险的时刻，反而是巨龙开始虚弱、开始内乱的那一刻。一条健康的龙会精打细算，会权衡利弊，会因为那面盾牌，因为那个无法承受的代价而忌惮三分，把爪子收回去。可一条病了的龙，一条内部正在撕裂的龙，它可能会在绝望和恐慌之中做出最不理性的选择，把整座岛连同整个世界一起拖下水，只为了给自己内部那座快要喷发的火山找一个朝外的出口。
回头看看人类的历史，多少场惨烈的战争，并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太强盛，而恰恰是因为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想用一场对外的胜利来替自己续命。这就是恶龙正在伺机而动这句话背后最深的那一层含义。他等的也许并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而是他自己再也撑不下去的那一刻。我们再把这层意思说得更透一点，对一个正在内部动荡的政权来说，最可怕的敌人往往不是外面的对手，而是内部那股随时可能爆发的不满。当经济开始放缓，当民间的怨气开始累积，当权力的核心开始互相猜忌，这个政权就会本能地想要找一个东西来把所有人的注意力从内部的问题上引开到外面去。而还有什么比一场关于民族尊严、关于统一大业的对外行动，更能瞬间点燃一整个民族的情绪，更能让所有的内部矛盾暂时被搁在一边呢？这就是帕克最深的忧虑所在。他怕的不是一个强盛自信的巨龙，他怕的是一个焦虑恐慌的巨龙，在内外交迫之下，把这座小岛当成了那个用来转移视线、凝聚人心的祭品。一个输不起的赌徒，往往才是牌桌上最危险的那一个。可是，故事如果只停在这里，那未免太绝望了。别忘了，帕克的核心预言从头到尾都不是台湾的毁灭，而是台湾的崛起，是巨龙的蜕变。他看到的是这条巨龙在经历剧烈的阵痛之后，从中间裂开，然后浴火重生。他说，这场变革不会像中东那些动乱一样血流成河，但会是一场由人民自己发起的，有时甚至带着激烈手段的对腐败和不公的清算。最有意思的是，他甚至感觉到最初推动这场变革的力量会来自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来自那些对旧秩序积怨最深的普通百姓。一场由底层点燃的火，最终烧向了整座旧殿堂。帕克对这场巨变的细节描绘得相当具体。他说，这场风暴的几个关键爆发点会出现在那些早就埋着不满的角落，比如香港，比如蒙古，比如那些和邻国有着海上争议的地方。他甚至预言，最先站出来反抗腐败的可能会是一些抱持着旧有信念的人，他们会用一种近乎决绝的方式向那些贪赃枉法的权贵开刀，而这把火一旦点起，就会迅速蔓延成一场对民主的呼唤。当局越是想要压制，越是想要封锁人们的声音，这股反弹的力量就越是汹涌。帕克强调，这场变革虽然也会有流血和激烈的一面，但整体上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彻底失控，沦为一场无止境的血腥内战。它更像是一次痛苦的，却最终走向新生的分娩。而在这场巨变之后，帕克描绘了一幅相当动人的图景。他说，当这条巨龙的经济引擎慢下来之后，它会经历一场深刻的灵性觉醒。那些古老的、被冷落了很久的东方智慧会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里，道家的思想会复兴，人们会重新拾起对天地自然的那份敬畏。这片土地会慢慢变成一个更快乐的地方，人们不再只盯着物质的得失打转，而是从自己几千年的文化根脉里重新找回幸福的源头。帕克说，那段沉重的历史到时候不再是一个包袱，反而会变成一个更光明未来的坚实地基。与此同时，他说西边的印度也会崛起，不只是经济上的崛起，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引领。印度古老的灵性智慧会在这个新时代里给全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眼光。他甚至预言，连那片高原上的古老土地未来都会迎来自己的解放，变成一座属于全人类的精神圣地。如果你把帕克的这整套预言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一个关于旧时代落幕、新时代诞生的故事。在他的感应里，我们这一代人正好活在两个时代交接的缝隙当中。旧的那一套，那些靠着拳头和体量说话的逻辑，那些只盯着物质和权力的活法，正在一点一点地走到尽头。而新的那一套会更看重智慧，看重精神，看重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那种彼此尊重的连结。而在这场横跨整个地球的巨大转场里，台湾这座小岛被推到了舞台的正中央。它不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在帕克的眼中，它更像是一颗种子，
一颗预示着旧世界如何走向终结，新世界如何破土而出的关键种子。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全部串到一起。你有没有发现，这整个故事的内核其实藏着一个极其古老的主题，那就是渺小的智慧如何战胜庞大的蛮力。那条巨龙拥有的是体量，是领土，是飞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力量，而这座小岛拥有的是什么？是头脑，是那颗小小的却聪明绝顶的晶片，是那一点点从100年前就埋下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种子。巨龙有的是肌肉，小岛有的是大脑，而帕克的整个预言从头到尾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最后决定胜负的从来都不是肌肉，而是大脑。这个道理其实刻在我们人类的骨子里。回想一下，我们这个物种当年凭什么从众多更强壮、更凶猛的对手中脱颖而出？我们的祖先，论力气，论体格，论尖牙利爪，样样都不如人。可我们偏偏靠着一颗会思考、会合作、会想象的大脑，最终站到了万物的顶端。决定一个物种命运的，从来不是它的肌肉有多发达，而是它的脑子有多聪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只懂得扩张领土、堆砌军备的巨人，未必斗得过一个真正掌握了时代钥匙的智者。在这个意义上，台湾这座小岛和那条巨龙的对峙，简直就像是一场浓缩的关于智慧与蛮力的古老预言，又一次在我们眼前活生生的上演。翻开人类的历史，这样的故事其实一遍又一遍的上演过。多少庞大到看似不可一世的帝国，最后败在了一个个更灵活、更聪明、更懂得用智慧而不是用蛮力的小帮手上。体量大不一定赢，反而常常因为太笨重、太僵硬，在时代的转弯处重重地摔了下去。而真正能笑到最后的，往往是那个握住了时代命脉的聪明人。在今天这个由晶片和人工智慧驱动的新时代，游戏规则悄悄地变了。在过去，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可是现在，谁掌握了最聪明的那颗大脑，谁才是真正的王者。而这颗全世界都抢着要的大脑，恰恰就长在这座被巨龙盯了70多年的小岛上。这就是为什么一座小小的台湾能变成超级大国，它的超级从来不是要去征服谁，不是要去吞并谁，而是他握住了这个时代最稀缺、最无可取代的东西。雄鹰想要它，巨龙想要它，可它就是它，谁也抢不走，谁也复制不了。这颗晶片里的智慧，这片土地上的自由，就是这座小岛最强的护身符，也是它最深的命运。帕克说他会崛起，会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这句话也许并没有那么荒诞。他崛起的方式不是靠飞弹，不是靠军队，而是靠他脑子里装着的这个世界片刻都离不开的东西。想到这里，你会发现台湾的故事早就超越了一座岛，一个政权的范畴，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顶上。他在问，这个世界未来究竟要用什么方式来运转？是继续让拳头最大的人说了算，还是让掌握智慧的人来引领？是让恐惧和野心主宰一切，还是让尊重与合作开出新的花来？帕克用他的方式给出了一个偏向光明的答案。他相信，经过一场惨痛的阵痛之后，这个世界终究会走向一个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新阶段，而台湾会在这个转折里扮演那个4两拨千斤的关键角色。这个答案会不会成真，没有人知道，但光是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思考了。当然，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说一句，帕克的这些话终究只是一位先知的个人感应，是一种对未来的猜测，没有任何人能保证它一定会发生。历史从来不是一本早就写好的剧本，它是无数人的选择，在每一个当下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那场海上的碰撞会不会真的发生？那条巨龙会走向重生，还是会走向更黑暗的深渊？那只雄鹰到了最后一刻会俯冲还是会离开？这座小岛内部会团结还是会继续内耗？这些问题，今天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些线索摆在眼前，然后睁大眼睛，
看着它一步一步的展开。但有一件事是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座小小的岛屿此时此刻正站在整个世界的风暴眼里。它的头顶上雄鹰盘旋，巨龙俯视海峡两岸的空气，绷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他的手里攥着一颗能点亮全世界，也能让全世界瞬间陷入黑暗的晶片。他的脚下是一条被无数预言反复指向的通往未来的窄路。而在这座岛上生活的2300多万人，每一天都在这份巨大的不确定里，照常上班，照常上学，照常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勇气和体面。帕克说，这座岛会崛起，会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也许这是一句疯话，也许这是一句真话。可无论如何，当风暴真的来临的那一天，我们都会记得，这一切的中心，这个小到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小岛，曾经被一位英国先知郑重地预言过。那么，你相信吗？你觉得这座小小的台湾真的会变成那个决定世界未来的超级大国吗？那条伺机而动的恶龙最终会扑下来，还是会在自己的内乱中悄悄崩解？而那只高空盘旋的雄鹰到了最后一刻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场横跨海峡的世纪大戏，下一幕究竟会怎么演？欢迎你把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写在下面的留言区，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个旧世界正在崩塌，新世界尚未成型的关口，这座小岛会把整个人类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科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
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比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和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
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
物流费用直线上扬。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两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 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
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 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处理。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2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
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2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尔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
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88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他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他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贤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泰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贤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贤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住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
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乾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蹇，蹇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
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贤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美已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